3克头骨粉，3克木乃伊粉末，3克人血精华。终于配成了。我拿个外卖去，你们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大家好，我是老张。经过2期的人体炼金培训，配制血液精华、木乃伊制药，你们应该都学会了吧？什么？你说买木乃伊犯法？没关系，这节课教给你们用随手可得的材料调制秘药，一样包治百病。老规矩，第一，今天的视频真的不能吃饭看。如果你能边吃边看，请拍视频发给我，我一定不白嫖。第二，请不要在居民区调制今天的配方，被朝阳区群众举报，我可不去看你。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解答一个小问题。很多朋友留言说，既然人血能治病，为什么不喝自己的？为什么不喝老人的？中世纪欧洲医疗条件差，人口死亡率这么高，为什么施药还那么金贵呢？你就好比说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一种治疗瘟疫的特效药叫做红色烃剂，它呢必须要用红色头发、身体健康、暴力死亡的年轻人的肉，用酒精浸泡，一个条件不符合都不行。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有预定的寿命，所以遭遇暴力死亡的这种属于横死，寿数未尽，那些灵魂能量还残存在身体里，所以才有药用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横死的年轻人全身都是制药的宝。但是红色烃剂、木乃伊粉这些东西不好搞，没关系人的排泄物一类的呢也有非常大的用处。在1607年的一本指南里头呢就有写到，头发、尿液、粪便、精血、精液都是治病的好药材。我严重怀疑这是欧洲人把《本草纲目》给抄走了。在《本草纲目》人部当中呢，李大爷列举了37种人的产物，什么头皮屑、耳屎、指甲、牙齿、眼泪、屎尿汗通通都能拿来入药。你以为老八是在吃粑粑，实际上他是在吃药。可是这些玩意儿怎么咽得下去呢？那你就太小看欧洲人了。恶心这2个字可是直到17世纪才出现在英语里面，在那之前他们根本不知脏为何物。你就好比说法国医生吉尔夫诺有一段记录，一位贵族女士直到年龄非常大了，皮肤状态依然吹弹可破。她这秘方一般人可不告诉。贵妇在家里养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男子，这个哥们儿工资很高，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杜锡铜盆中响应大自然的召唤。你是来拉屎的吧？拉完之后把盖子密封，防止任何内容物蒸发。等这些东西自然冷却干燥以后，再收集盆盖上凝结的水分。这位女士每天就用这芬芳的液体洗手洗脸。其实你别看恶心还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在里头。尿素到现在都是医用护肤品保湿的主力军，它能够增加蛋白质的水合作用，软化角质，还能抗菌。但请放心，现在的尿素都是人工合成的，不需要亲力亲为这排泄物一类的不光能养颜，治病也是杠杠的流行。比如治疗白内障呢，可以使用鹅翅骨粉、蜗牛壳还有干燥的奥利给粉混合，然后吹到眼睛里面。瘟疫流行的时候，喝自己的尿还能预防瘟疫。月经出血量大的女孩可以吃胎盘来缓解症状。如果是处女的话，经血可都要留着。据说治疗单独这种淋巴管感染有奇效。马上就要咽气儿之人的汗水可以治疗痔疮，如果还没来得及收集人就没了也没关系，死人手触摸患处也有同样的疗效。原理我后面会讲到。另外想要治疗脚部肿胀过热的话，可以用陈年老尿大火煮蜗牛，然后喝不对，然后泡脚。其实不光欧洲人用尿治病，我们也把它拿来滋补。浙江丹东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童子尿煮鸡蛋，吃了滋阴降火，春天不犯困，夏天不中暑。那既然屎尿都能拿来治病，肯定也能卖钱。你就好比说英国卡莱尔镇政府文件记录了1610年雷欧纳德先生去世的时候，遗产中留下了价值8县令的陈年奥利给。1667年约翰大爷去世后呢，留下了价值2县令的新鲜奥利给。詹姆士把卡尔告上法庭，因为欠了18桶屎不还，等等等等。这欧洲人当时对于尿液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了内服不够外服来凑的程度。你就好比说我们经常看到电影里头的恶霸欺负人，把人揍的在地上来回打滚，恶霸还得上去在他身上尿上一泡表示羞辱。可是到了中世纪，第一个冲上来尿尿的可能不是恶霸，而是外科医生。
而且啊，它还得对准伤口滋上一泡，帮助消毒。这尿液消毒也不是个例，在1580年的非洲，名叫安德瑞亚的西班牙绅士和一名士兵起了口角。安德瑞亚当时就想拔刀，可是士兵眼疾手快，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就削掉了安德瑞亚的鼻子。这安德瑞亚捂着伤口，捡起地上的鼻子，第一件事就是松开腰带，对着满是沙土的鼻子来了一炮。据说消完毒的鼻子啊，经过手术缝合非常完美，恢复如初。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啊，这些人都傻吗？为什么非要用尿消毒呢？用水不好吗？他们啊也不是没试过，但是用水消毒的人基本上都凉了。最早欧洲人也是直接饮用河水吸水，也没生什么病。但是随着城市发展，人口聚集，没有排污系统呢，清澈的护城河早就变成了化粪池，不用说喝了啊，看一眼都觉得恶心。拿来消毒啊，肯定是越消越毒。而一泡新鲜的尿液直接从人体排出，几乎没有接触过空气，绝对是干净的。这种理论放到现在，绝对会让人笑出猪叫。既然生水不干净啊，为什么不烧开呢？要知道喝热水也包治百病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当时的人认为水是不干净的，传播疾病，把水烧开了只能让毒气散播的到处都是，烧了也白烧，还浪费燃料。所以现在我们认为是常识的知识呢，在过去那都是盲区。如果真有时光机送一个高中生回去，估计什么现代化学之父啊、物理学之父都得跪下膜拜他的博学。如果你觉得这些已经够重口味了，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更恶心的治疗方案呢还在后面，而且离科学越来越远。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奇葩行为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在他们眼里头，人为什么会得病。书写了几乎一半圣经新约的作者，基督教最重要的人物圣保罗曾经说过，上帝把生命、空气一切赋予万人，所以空气是上帝的气息，是灵魂的原动力。如果蒸汽、烟雾腐蚀了空气，那么它就会腐蚀人的灵魂，让人生病。你就好比说著名的瘟疫医生面具，为什么弄个鸟嘴呢？那是因为长长的鸟嘴里头可以塞满大量的香料，用来净化被腐蚀的空气。接触了负能量的物质呢，就会让人得病；接触了正能量的东西呢，也会强身健体。这个理论呢，一下子就能解释很多事儿。比方说亚当夏娃能活900多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人赤身裸体睡在正能量的草药垫子上。农村里两兄妹都死于癫痫，那是因为两个人使用了同一把躺椅，躺椅成了传播疾病的元凶。前面提到过的死人手可以治疗痔疮呢，是因为用死人手触摸患处可以让痔疮一起死掉。这种思想啊，跟小时候以为亲亲小嘴就能怀孕其实是一回事啊。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作为神虔诚的使者，从内到外散发着上帝的正能量，是不是我就是一个行走的万能药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意大利著名的圣修女西耶纳的凯瑟琳啊，曾经照顾过一个病人，病人乳房坏死，散发着腐败的气味，让其他的修女都不敢接近。而凯瑟琳曾多次趴在病人流脓的伤口上吸吮，用自己虔诚的身躯净化疾病。弗利尼奥的安吉拉为了治愈麻风病人，喝下病人洗烂疮的水，其中一个烂疮粘在喉咙上的时候啊，他觉得是上帝给了他力量，把这疮变得像圣餐一样甜。不行了，再讲我都要吐了，真的是应了圣经格言，至纯者万物皆纯。现在呢，道理大家是都明白了，可是面对这些出格的药品依然下不去嘴怎么办呢？实在是太脏了啊！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啊，都不是个事儿。咱呢都不用说平民老百姓，就说皇帝，英王詹姆士一世从来不洗澡，最多就是用手指尖捻一捻湿纸巾，很少换衣服。但是为了打猎节省时间呢，却经常在马鞍上坐着尿尿。你想想，国王都如此，民间能好到哪儿去？这种啊，就叫做感官沉浸，天天都待在恶臭的环境里头，再看看这些排泄物药品，好像啊也没有那么难以下咽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穿越到睡美人的时代，亲吻公主之前可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弄不好就是一个 double kill。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超级重口味的案例，说着感觉挺好玩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不管是用人血、木乃伊、头骨粉还是屎尿做成的药物，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呢，都是活下去的希望。你不吞下它，死亡就会吞下你。而且并不是所有恶心的、匪夷所思的尝试都失败了啊。天花就是一个好例子。种牛痘大家都知道吧？爱德华·詹纳呢，
把感染牛天花的病人脓疮提取液抹在小孩的伤口上，从此呢，让天花成了地球上第一个被灭团的病毒。也许正是有这些异想天开的探索呢，才让人类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那到这里呢，我们的吃人宇宙系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尤其是下一期，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张将会带你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宇宙呢？决定权属于你。我们下期不见不散。